Hello， 大家好。那我们上一次盖出了这个温室农场，还有我们的谷仓啊。那这个谷仓的话呢，我有修改了一下这个配置。之前原本中间是 slave 的东西，我改成了这个4格的 drawer， 主要就是可以增加一些缓冲啦。啊，之前的话缓冲只有8格，其实有点少。因为如果这个瞬间的量比较大的话，它这个传进来，然后如果塞不进缓冲的话，它就会开始往旁边乱跑。然后我们也有观众提醒说，有一个东西很像中介箱，可以来试试看。那个东西的话，就是 Ancient Warfare 的 Mailbox 这个邮箱啊。那这个邮箱的话呢，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点对点传送的东西。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啦，就是你可以给这个邮箱指定一个 ID 或名字，比如说这个是 warehouse， 然后我在这个谷仓有指定一个 silo， 然后呢，你可以 select target， 就是比如说有东西塞进来的话，你要把它送到哪一个邮箱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是从那个谷仓，然后 target 这个 warehouse。然后从那边送进来的东西，可以看到它就会丢到这个上面这个暂存空间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自己用管线把它抽出来，然后丢回这个 warehouse 就会进去啦。那也因为开始一大堆材料丢进来，我发现它还蛮耗电的，就光靠我们之前一个 craftsman 在那边充电完全来不及。那你可以多用几个 NPC 啦，不过我选择直接接这个自动的机器好了，所以这边就直接接这个管线，然后从这边长出了风车啊，那这是一个9×9的大风车啊，目前看起来这个电量应该是够 OK 啦，之后不够的话再想办法。好，那就是这个 Mailbox 的话，它除了是点对点传送之外，它还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它送东西会有延迟。就是用方块来算的，2个邮箱之间每距离多1格，它就会多1秒的时间。所以，比如说我这边到那边，可能比如说30格还是40格的话，那你就要花40秒钟的时间才丢进去之后呢，40秒钟之后才会从那个地方出来。然后有龙出来啦 ，Come on， 给我你的龙心，啪！哇！我们 NPC 去帮忙打了。哇！盖亚还会帮忙射射完了没？他们还在瞄。可能那个龙死掉之后没有马上消掉吧，所以盖亚以为还在。好啦，所以他送我一个奖励包。反正呢，这个邮箱送过去会有延迟时间啊。他还会帮盖亚补血呢，有没有这么夸张？但其实有时候那个盖亚模组它会打 NPC 所以它不是完全的这个友军。那虽然有看起来这么方便的邮箱，不过它可能还不是完全符合我的要求。因为它是一个点对点传送的箱子，它不是共享一个空间。我们真正的中介箱的话呢，他们会所有的同个颜色的箱子会共享一个空间，你放在里面的东西，所有其他地方都会同时间看到。那当然也别忘了，就是这个中介包包啊，有了这个连接的中介包包，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丢东西回家，或者是随时保持一些东西在这个中介包包可以拿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，我打算呢就要来下地狱一趟。那当然只是快速的来回，应该是没办法待太久了，因为我不清楚我们的黑钢装在地狱能不能撑那么久，就是毕竟地狱是完全不同的体验，那边妖魔鬼怪一堆啊。好啦，那我们要去地狱的话呢，当然就要盖地狱门吧。可是我发现我在装的模组里面有一个东西，就是现成的地狱门叫 Nether Gate。那它盖起来的话，看起来蛮酷炫的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然后它的材料也不贵，就是一些压缩石头跟黑曜石。不过我们会需要做这个打火机反正我自己都需要做打火机的，所以我们就先来做这个吧。1、2、3、4，来，所以这个还是要拿去淬火一下。那我总共需要做2个。
这个它也有品质之分哦。原来是这样子吗？好，没关系，反正呢，我们一个的话是拿来做配方嘛，另外一个的话是放在身上用。这样我们之后要点火的话呢，就用这个会比较快，它可以瞬间点着，就不用再点好几次了。我们就可以合成这个 Nether Gate， 看起来损坏的也可以合成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也要准备一些东西，像盾牌啊，跟大火把。一进去就先插一根大火把比较安全。还有带一些不知道用不用到的登山工具，还有升级版的这个绷带啊。那因为我等级已经提升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这个强力绷带。那我们的地狱门要盖在哪里呢？我打算远离家附近好了。其实我们河的对岸就有一个还不错的平原。那我暂时应该是不会在这个平原盖什么重要建筑物了，所以干脆就这边来放一些传送之类的东西好了。走地狱门啊，或之后要去暮光森林的传送门啊，都可以放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先找个可能的好位置。我们要深入一点吗？还是放靠近一点就好啊？因为太深入的话会不会很麻烦？但其实应该也不会啦，因为我们之后可以用 Waystone 来回。所以我们找一个好位置，正中间的地方呀，然后我们可以 Preview。那这个地狱门的话，看起来像是一个龙头啊，一个石化的龙头张开嘴巴的样子，从地心窜出。哎呀，来盖这个位置好了，希望不会太占位。就比如说，如果之后还要盖其他门的话，应该不会互相干扰吧？好，所以我们就这个地方直接按 Build。因为它是真的让玩家去执行这个建筑，所以会比较累所以这个瞬间就盖好了耶，然后连这个黑曜石的部分都围好了，不过你要自己点火就是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外观，看起来就真的是一个头，应该是龙头吧？不知道会不会是其他东西，白白的，用了很多白色系的方块。来模拟像是一个骨头的样子，那也有可能是像老虎头啊或鳄鱼头之类的。好了，都没问题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点火，准备来下地狱。哎呀，然后一些东西先准备好。这个地狱是没办法睡觉的。绷带，火把 ，Go Go！让我们更深入一点。嘿，成功！嘿，哎呦，诞生的位置看起来还不错呢，至少不是在岩浆海旁边。我旁边看起来是一个荆棘山，下面是岩浆海。从小地图看的话，我这个小地图模组也支援地狱，而且它似乎比就是一般的那种地图模组还要更精简化一点，就可以明显的看出这块可能是大陆吧。然后这个是类似岩浆海的东西嘛，不晓得它的逻辑是什么了，因为它要让这个地狱这么复杂的空间精简下来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话，主要就是想要挖一些荧光石啊，然后如果能够找到地狱堡垒的话会更好，所以我们先到处看看。那这个地狱啊，除了经典的地狱猪人之外，其实很恐怖的是那个盖亚模组啊，跟这个 My Fantasy 都会新增怪物，而且都不是很友善就是了。所以你看，马上这个 My Fantasy 是生成这个龙。那之前的话，这个 My Fantasy 有问题嘛，所以这个龙会出来，然后他们会卡墙壁，然后窒息死掉之后会掉那个心脏，然后游戏就会 crash。对，但现在我们用这个非正式版本，问题已经修正了。哎呀！好吧，我发现双手武器不能拿盾牌。他们两只龙他们会打架吗？龙在互相打架呢。看来玩家不是他们最有兴趣的东西，他们要争夺地盘。
他们卡点了，我不要管他们，我赶快往这个地方走。喂，我有这个滑翔翼，又是龙。啊，那边有另外一个 My Fantasy 的生物是牛头人，那个比龙还要可怕。啊，是凋零牛。Oh my god！ 我立刻就遇到一堆。哦，好像有点痛哦。啊！哦，赶快躲起来！非常危险，这个龙完全卡点了。这就算我不打它，它也会慢慢窒息到死。哦，这个猪人怎么生气了？这个猪人有时候会莫名其妙会随机的生气。啊，终于死了！这个龙超难缠，有没有掉龙心？这么难打，应该要掉个龙心吧？有，他掉一颗龙心，赞哦！啊，哎呦，我们一上来好像就看到了，莫非是地狱堡垒吗？哎呀，真的是地狱堡垒呢！可是看起来它这小地图好像不会显示这个地狱堡垒的样子，有点可惜。如果会显示的话就好了啊！但这个地狱堡垒我要怎么上去比较好嘞？都是岩浆海，还是我们往那个方向走啊？其实我们现在唯一缺的东西就是荧光石跟烈焰感而已。那其他什么地狱疙瘩，甚至连凋零骷髅，我们都已经有办法用种出来的了。我们堡垒不用待太久，打几根烈焰感回家就行了。刚刚地狱堡垒，马上就有那个烈焰神生怪砖。那我没有带东西来封印它呢，所以我们拿刚刚拿到的荧光石来暂带一下嘛。有点想试试看我能不能把它搬起来，因为我们有那个 Carry On 模组。嘿，我现在应该都不会摔死啊。哦 ，nice 哦。来，第一批。哦，要砍3刀才砍死。我可以把它搬起来吗？可以呢。如果搬起来的话，它就不会升烈焰神了。我们先把它转移到一个，这个地狱主人看起来真恐怖。还是我干脆把它搬到地狱门旁边。Into fire， 赞哦！啊，我挖一条通道回地狱门好了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到了我们的地狱门旁边，应该没有什么怪吧，除了那些龙之外。好，那我发现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烈焰感了，我们大概只需要16根就可以毕业了，所以我们赶紧刷一刷，然后就回家，会比较安全。那这个，哎呦！ nice， 那我还是会怕火啦，所以也不能让烈焰神直接喷满脸。nice， 16根了。好，我把这个生怪砖搬到一个应该不会再回来的通道里面，封印起来。啊，
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去我们的主世界开始开新农场了。之后有更好的装备跟武力，再回来地狱逛吧。现在果然还是有点太危险了。那我们一样做一个轻的中介背包，还有白就当做我们的回收箱啊。那其实是仓库，就谷仓那边也可以改中介箱啦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个邮箱都做出来了，先用个几集看看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再改成这个中介箱就好了。所以这个就等于是我们的回收包包啦，有什么东西要回收的，直接丢这边就会进系统里面啦。那再来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的红啊苹果箱。之后再看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比较好看吧。我们暂时先把它放在这边，然后请我们的物流员你停一下。来，那我就加一个点在这个中介箱上面，然后这个的话呢，就是在他拿完东西之后，马上就放苹果进去。我就放个4组，就最多4组的苹果进去这样子。那这样子应该没问题吧？就把它放着，然后还有就可以开始补充啊。那当然，因为它单次带的苹果没那么多啦，但随着时间过去，它会渐渐的塞满4组的苹果。好，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来改我们楼上的那个这个被隔离的这个弓箭手，来结果一下。他刚好像卡点了呢。对，他 NPC 有时候如果他觉得他过不去的话，就会卡在这边，然后连跳都不会跳，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。那还是他好像是对他又卡住了，干脆我们把这个箱子放在正头顶好了，先克雷一下好了，然后再 set a cap， 这样不晓得他会不会拿，然后我再把这个箱子敲掉。希望他以后不会再卡住了哦。看起来这个士兵拿了苹果咯，所以看起来楼上没有问题啊。然后我们之前我们的农夫暂时性的这个还是放在这边，之后可能就要帮他们盖一些住宅区了吧，因为工作的 NPC 变多了，所以这个食物可能就放在住宅区，或者也可以盖那种类似餐厅的地方。就是 NPC 专用的餐厅啦，玩家可能不会去，然后主要就是方便起见啊，可能就盖在附近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可以就近去拿。